Hello， 大家好，我是不随的股市真心分享家的 Kevin。你们最近好吗？有没有持续的在学习投资理财呢？那在我拍影片的当下是2024年的5月2号，美联储在5月份的最新的降息消息已经释出。那我将这个消息呢分成两大部分。第一大部分的话呢是属于美国的经济的态度，第二大部分的话呢则是属于美国的利率的态度。那我们就先来看一下这则报道。My colleagues and I remain squarely focused on our dual mandate to promote maximum employment and stable prices for the American people. The economy has made considerable progress toward our dual mandate objectives. Inflation has eased substantially over the past year, while the labor market has remained strong. And that's very good news. But inflation is still too high. Further progress in bringing it down is not assured.And the path forward is uncertain. 那上面这则影片呢，是鲍威尔在2024年5月1号费德联准会会议结束之后呢，他的新闻发布会上面所发布的内容。那其中呢，鲍威尔提到他对美国经济的态度啊，他认为美国现在的经济呢是持续的稳健的扩张。那尽管美国的 GDP 从上一季度的 3.4% 放慢至了 1.6%， 但是呢，如果我们去看美国的私人国内的最终购买力，依旧是维持在 3.1%， 所以费德是认为美国现在显示出了非常强劲的内需。那我们前面提到的私人国内最终购买力这个指标呢，通常是用来衡量一个国家的内需的强度。那它是排除了库存的投资、政府的支出，还有进出口的影响。因此呢，它更能反映出国内的消费者和企业的实际的购买能力。所以呢，费德他们看了这个私人国内最终购买力是维持在 3.1%， 他就认为说呢，美国现在国内的经济呢是还蛮不错的。那第二个就是劳动力市场的表现。那劳动力的市场的表现呢，费德是认为第一季度呢每月平均下来的话呢，平均的就业人数啊大概有27万6千人左右。那最后一次的话呢，就业人数则是高达了30万人左右，而且失业率呢依旧是维持在低点，现在的失业率呢也只有 3.8%。所以费德认为现在美国的劳动力市场依旧是非常的健康。通胀方面的话呢，他们看到了过去一年呢，虽然通胀是有所缓解，是有持续的下降，但是呢，现在呢，核心通膨指数，也就是 Core PCE 的话呢，依旧是远高于他们的长期目标，也就是 2% 的目标。现在的 Core PCE 呢，是高达了 2.8%， 而且呢，他们来到 2.8% 之后呢，其实已经有停滞了2-3个月的时间了。那费德联准会的官员认为这不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那以上是费德联准会对美国经济的态度。那联准会官员对利率的态度又是如何呢？首先，联准会的官员在2024年5月份的会议决定，利率呢是保持不变，维持在 5.25% 到 5.5% 之间。他们是认为说美国的经济现在还是非常的好，然后呢，失业率的话呢也没有上升的那种很明显的状况。那通膨指数它的下降的幅度呢又开始减缓，所以联准会的官员认为他们现在需要维持这种限制性的利率呢，要比较长的一段时间才可以。那另外一个重点就是资产负债表的政策有进行改变。那我们都知道在2020年疫情大爆发的时候啊，联准会的官员是有印了非常多的钞票放到市场当中，那时候呢就叫做 QE， 也就是量化宽松的部分。那在开始要去压制通膨的2022年那段时间，就开始有将这些钱给收回来，那就叫做 QT。 那目前呢，他们打算将 QT 这种收钱回来的速度呢是有去减缓的一个动作。他预计啊，在6月起要将国库券每月赎回的上限呢从60亿美金呢下降到25亿美金。他们认为呢，现在不能这么快的将钱从市场上给抽离，因为他们认为说呢，现在的利率已经那么高了，那如果我们抽钱的速度又这么快的话呢，那银行可能会发生一些危机。所以说呢，他们将资产负债表的缩表这个动作，也就是 QT 的这个动作呢是有开始去减缓的。那对利率政策的前景呢，他们是表示在获得更大的信心之前啊，他们是不会去降低利率的。也就是说呢，他们需要看到通膨真的可以往 2% 去迈进，他们才会去降低利率。那以上就是鲍威尔在新闻发布会的时候呢，他所表达的一些态度。那记者就有发问，他问说，联总会今年会不会开始升息啊？
也就是说呢，他们认为说联准会呢，他们现在没有将利率给调降，而且一直维持在这种高利率的状况之下，他们会不会忽然间就升息？那鲍尔就回复说，联准会的官员认为现在的政策利率其实是足够限制性的，并不需要去加息。那除非就是联准会的官员发现到有一些数据非常具有说服力，他们表示说呢，现在的政策不足以压制通膨，这时候呢，他们才会去考虑升息哦。那总结上面这个新闻发布会的内容，我认为现在联准会的官员他们是偏向于保持不变，也就是呢维持现在的政策利率，他们并不认为说呢近期内一定要马上降息，也不认为呢他们需要去进行升息哦。首先呢，我们从今年开始呢，其实有看到非常多的报道，不管是我们台湾的报道，或者是美国的这些华尔街的报道，都有人在表述说，联准会真的是有够怂包的，就是他们怎么又不降息也不升息，就将利率维持在这种状况之下，他们认为呢现在利率呢可能已经太高了如果你现在不快一点降息的话，那美国的经济可能就会陷入危机。那 Kevin 想要表达的就是联准会官员他们至今今年为止都完全没有降息，我觉得他们心脏真的是非常的大要不然呢，如果他们相信这种市场上大家的判断已经开始去进行降息了，那我觉得现在通膨已经反弹了是非常的危险，到时候呢通膨反弹又要进入升息的周期，那这种反复的升降息的话呢，这就会使民众对美联储官员他们的执行力还有他们的判断力呢，以及他们压制通膨的那一种决心呢丧失信心，这就会使民众对通膨的预期上升，到时候呢美国就会像是1970年代一样又进入了大通膨时代所以 Kevin 我自己对美联储他们今年一系列的操作，就是维持利率政策不变的这种状态，我觉得是表达赞同啦。那你有什么看法呢？欢迎在下方留言跟大家一起讨论好，那接下来我们来看美债券 ETF 的4月份的净值规模以及推荐排名。那这个表格的上面是属于我们的美国公债 ETF， 下面的话呢则是属于公司债券 ETF。那这个栏位的第一栏的话呢是规模排名，那再来的话呢则是这些 ETF 的代号，然后以及他们的基金的名称。那接下来的栏位是净值规模的差异以及受益人数的差异。那我们从这个表格当中你可以发现到 00679B 的元大美债20年期 ETF， 以及 00687B 的国泰20年期的美债 ETF， 还有 00857B 的永丰20年期的美国公债 ETF。那这3档 ETF 他们是在美国公债 ETF 当中呢属于4月份净值规模正增长最大的几档 ETF。 那为什么这3档 ETF 他们的净值规模可以增长这么的多？那主要的原因就是来自于他们受益人数的增加，因为我们可以看到在4月份的美债券 ETF 的绩效以及报酬排名当中呢，这3档 ETF 他们的报酬并没有大幅的上升，甚至呢他们在4月份的时候呢，他们绩效甚至是属于负值的一个状况，所以我们可以判断这3档 ETF 他们的净值规模增长主要是来自于受益人数的增加，或者是说呢申购人数的增加导致这些 ETF 呢他们在外发行的股数增加，就会使他们的净值规模上升那我们可以看到这3档 ETF 他们在4月份的时候受益人数增长最多的是 00679B 的元大美债20年期的 ETF， 它的月增数呢是来到了17000多人。那第二名的话呢是 00687B 的国泰20年期的美债 ETF。 那永丰20年期的美国公债 ETF 呢，它在4月份的时候呢也有增加4000多人那其他美债 ETF 呢，他们的规模都出现不等的下降，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降息预期的下滑呢，导致了这些股价有大幅下跌的一个情况。那在这个表格当中呢，受益人数的增减通常都可以显示出投资人对这些 ETF 他们的信心程度。可以发现呢，尽管今年那个降息的预期持续的下滑，但是投资人对美债 ETF 依旧保持着非常高度的兴趣。所以我们可以发现到美债 ETF 他们的受益人数基本上都是属于正增长的那美债 ETF 当中呢，有一档 ETF 我们要注意一下，这档 ETF 就是 00831B 的星光美债1到3年 ETF。 这档 ETF 它现在的净值规模已经不到2亿台币，已经是面临了债券 ETF 的下市门槛。这档 ETF 它现在的净
净值规模只有400万台币哦，所以还有投资这档 ETF 的人那是要小心。那接下来我们来看公司债券 ETF， 公司债券 ETF 呢，在这段期间的表现也是非常值得关注。例如勤益业居头等债20+ ETF， 这档 ETF 它的受益人数在4月份的时候呢，它的增长就是非常的显著，它直接增加了2万多个受益人数。那虽然 00937B 这档群益业居头等债20+ETF 它已经挂牌超过了半年，但是到现在为止它依旧是十分的火热哦。那还有一档 ETF 是新的债券 ETF， 它是 00942B 的台新美 A 公司债20+ETF， 这档 ETF 是在2024年的4月18号挂牌的。那它目前呢已经取得了非常不错的成效，它现在的规模已经来到了71亿台币，那受益人数的话呢已经突破了15000人了。那这是一档月配息再去加上有收益平准金机制的高评级公司债 ETF。 那我们讲到月配息又讲到高评级的公司债 ETF， 你一定会想到另外一档债券 ETF， 这一档债券 ETF 就是中信高评级的公司债券 ETF00772B。 那这档 ETF 的话呢，它也是属于一档月配息的高评级公司债 ETF， 但是呢它就是没有收益平准金的机制。那我们就来看这一档 ETF， 那它减少人数是来到了1094人，是债券 ETF 当中呢受益人数减少最多的一档 ETF 哦。那另外一档也是中信发行的 ETF 是中信优先金融债券 ETF 00773B。 这档 ETF 呢，它的受益人数在4月份的时候呢也是下减了308人。你有没有发现到中信之前非常引以为傲的月配息的 ETF 在最近3月份以及4月份的表现真的不是说非常的好那投资人都有出现逃离的状况哦。那目前台湾拥有月配息机制的债券 ETF 再去加上我们刚刚介绍的 00942B， 那我们现在台湾的月配息债券 ETF 就已经超过了5档。那如果你对月配息债券 ETF 有兴趣的话呢可以在下方留言有兴趣，那 Kevin 会视需求来介绍月配息债券 ETF 的评比哦。好，接下来我们来介绍美债券 ETF 4月份的绩效以及配息排行的部分。那我从这个表格当中呢，我发现了4个重点。第一个重点就是短期以及长期的债券，它们的表现有非常大的差异。那短期债券像是群益的0到1年的美债 ETF， 或者是星光美债1到3年的 ETF， 它们的月含息绩效以及年含息绩效都表现得非常的优异相对于那种比较长天期的债券 ETF。 那我觉得这个原因就是因为这些 ETF 呢，因为它们有比较短的存续期间，所以它们对利率的敏感性就比较小。那我们现在降息预期越来越下降的一个状况之下，这种短期的债券 ETF 呢，它们的影响就会比较小哦。那第二个观察到的就是长期债券的一些负面的表现，像那种比较长期的债券 ETF， 元大美债20年期 ETF， 或者是国泰20年期的美债 ETF， 他们不管是在今年或者是在4月份的时候呢，他们的绩效表现都是非常的不佳虽然这两档 ETF 呢，他们在受益人数的部分的话呢，是增加了非常的多是非常的热门但是他们的绩效排名的话呢，都是属于倒数的那主要的原因就像是我们刚刚第一点所讲到的，长期的债券 ETF 呢，他们对利率是比较敏感的所以在降息预期下降的背景之下，这些长天期的债券 ETF 他们的价格就会受到非常大的打击。那第三个观察到的就是高殖利率债券 ETF 他们的表现。那一些高殖利率债券 ETF 像是富华彭博非投等债 ETF 以及国泰1到5年期的非投等债 ETF， 他们在月含息绩效的部分的话呢，是表现得非常的优异，而且呢他们的年含息绩效的话呢，也是排名前3名的。那主要的原因就是这几档 ETF 呢，他们除了存续期间比较短，所以呢他们对利率比较不敏感之外呢，他们又是非投等债，也就是俗称的高收益债券，那他们的配发的利息就比较高，所以他们在降息预期下降的这种背景之下呢，他们的绩效表现就是比较优异但是这两档 ETF 他们在台湾的规模还有他们的受益人数都是非常的少，像是 00710B 的话，它的受益人数只有5000多人，那 00727B 的话呢，它受益人数也只有900人左右虽然这两档 ETF 在台湾非常的不热门，那以全球市场的角度来看的话呢，这两档债券 ETF 他们的成分债的需求就是非常的强劲所以呢才会导致这两档债券 ETF 他们的绩效在今年以来的话呢都是非常的不错。那第四个观察到的就是市场的变动以及 ETF 他们的排名的波动。
那我们从表格当中可以发现到，那许多的 ETF 呢，他们的排名在1个月之内啊，都有非常明显的变化。那这个变化呢，就反映了现在市场上啊，对那种不同期限还有不同风险的债券啊，都有一直在做重新的评估。那这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现在市场上啊，他们对利率降息的预期啊，一直在变动，这就使得债券市场啊，在短期的时间之内呢，都有非常大的波动哦。好，那以上这些表格我都会放在下方的置顶留言栏以及资讯栏当中，可以不用填写任何的资料，就可以直接免费的进行下载哦。好了，我是不随着股市真心分享价值 Kevin， 如果你觉得这期影片对你有帮助的话，别忘了点个赞再走。那 Kevin 持续输出不易 ，Kevin 非常需要你的支持。那我们下期影片见，拜拜。需求度所以呢，使得这些债券的价格的话呢上涨，那导致了这些债券不能讲那么多废话。